常听人说啊，越是偏僻的地方鱼越大，这话果然没错。因为我在瓦努阿图的北岛就被震撼到，在这的夜里，大龙虾是几乎随处可见，根本捉不完。哇，好大的一只！哇，在白天呢，也是各种大货横行，体型大到我都不敢轻易动手。估计有100多斤，哇，好大好大！好了，朋友们，欢迎收看瓦努阿图第2集，耶！本次我要探索的海岛位于瓦努阿图的北部，这岛的名字叫做摩托拉瓦，是由一个大岛和一个小岛组成。由于这次要去的岛实在是偏僻，所以在上岛前啊，我和 Josh 又到一家渔具店采购了一把新的鱼枪，36500啊，折合人民币在2000块钱。鱼枪已经买好了，准备上岛。鱼枪买完后的第2天，我们一早就出发赶往了机场，接着又在 Josh 流利的比斯拉玛语沟通下，不到一会儿就拿到了登机牌。这次我们的飞行计划是先从维拉港飞到桑托，飞行时间是1个多小时，到达桑托后的隔天再继续飞摩托拉瓦，飞行时间是40分钟。朋友们，终于安全降落了。最近看这个飞机事故啊，看太多了，所以一上飞机啊就胡思乱想，特别是这小飞机，哎呦，好吓人的。飞机跑道啊，连水泥路都没有，是这种草地的。我们的小飞机，然后这边就是机场啊，朋友们，好小一个。Hello。这么快就出机场了？哎呦，我的乖乖！出了机场后啊，我又是坐车又是坐船，这才总算到达了此行的目的地。到了，朋友们，就是前面的海边小屋啊，小花花带着 ，Thank you。我现在所入住的班格楼啊，是 Josh 朋友开的，价格一天一个人是200多人民币，还包3餐，还是不错的，朋友们。主要面朝大海啊，我的天哪，好漂亮啊！ I saw you under a tall pine tree. Had your head up in the clouds, reading Agatha Christie with an ice cold drink sitting at your feet. You did not need me then, but I said, darling, how'd you like to get dangerous? 刚刚我问了房东啊，我们的电是来自于太阳能，然后我们的洗澡水是来自于天上的雨水。就连我们喝的水啊，也是来自于雨水，真的是靠天吃饭啊，朋友们。这一次我和 Josh 啊，个人买了一把这个鱼枪 ，yes， 长度在1米，打个20斤以上的鱼啊，应该也不是问题。看过上一集的朋友们啊，都知道 Josh 的脚受伤了，是还没好，是的，行吗？做你的小跟班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，我不是主力。那我们出发吧，希望今天有大大的收获啊。毕竟今天刚到嘛，不想去太远的位置，所以我们选到了小岛的另一面，开船也就10分钟。我们到了，朋友们，这水清吧，蓝的，透蓝透蓝，我的天哪！我们往这边一路潜过去，想想今天用的是新鱼枪啊，就开心。开始，朋友们。这里我就先给鱼枪上1根皮筋，因为这海水的能见度太好了。下潜后，我的心啊是拔凉拔凉的，一眼望去，连小鱼苗都很难看到。好球，好球，太球了这里。随后我和 Josh 还是不死心，又继续往前找了20分钟，但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，简直叫做比我的脸还干净的那种。太糗了，啥鱼都没有，小鱼苗都难看到。换个地方。对的，刚刚我们是在这个位置，现在呢，我们又把船开到了这个转角，希望这里会有不一样的鱼况。本来呀还是抱有希望的，但这一下潜看到的还是一样的鱼况，所以说啊，这就是探索的意义，不是每到一个地方都是满海鱼货。像我平时下海呢，有时1个小时搞定，有时4个小时搞定，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哎呀，珊瑚的很少见，还鱼。这次我们就不多做停留，
毕竟找来找去看到最多的就是这些海葡萄。对于我来说啊，这个完全不在我的食谱范围内。好，这么远来，不会就让我吃个海葡萄吧？哎呀，我的乖乖，一枪都没开。最后，其实我们又换了一个点，不过都是一样，就不多做介绍了。朋友们，居然我俩出马还会空军，丢脸！我的乖乖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空军，不知道是谁的错。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。我们在海里游了3个小时啦，不是讲是说就游半个小时、个把小时我们就走了，换了3个点啦。阿莫说晚上要不要搞龙虾？还是搞龙虾吧，不然这白天空军多丢脸啊！是。我们今天吃龙虾沙拉，这个是龙虾沙拉，对，青菜、米饭，还有这个是叫做地瓜，嘿嘿，还有西瓜，嘿嘿嘿，我试一下怎么样？还 OK， 不错，冰凉冰凉的，挺爽口的啊。他放了那个韭菜，这个做起来不错呀。这个呢应该是红薯做的，这肯定有红薯粉，红薯，好吃。白天这餐吃的时候已经3点多了，所以下午我们哪也没去，就在房间静静的等着天黑。毕竟晚上我们还得去捉大龙虾。朋友们，终于等到天黑了。我都穿好了，我的装备都扔在那里了，很快。哎呦我的乖乖，裤子穿反了。哎呀，我帮你换，不要。裤子都穿反了，朋友们，这也能穿反？对，生活妈妈。我先下了啊。晚上我们一共是3个人下海，我和 Josh 负责抓龙虾，还有个当地小哥负责拉网兜。OK， 那我们就开始吧。不过你还别说，这里的龙虾果然好找，下海没几分钟便发现一只，但我却低估了这里的龙虾，太精明了，手刚准备抓就跑了。跑了一只龙虾，我的乖乖，找过的。龙虾跑了就跑了，还好 Josh 这边捉到了一只大螃蟹，但就是今晚的浪太大了，一不留神就会被冲走个2-3米的那种。游出来点，浪太大了，浪太大，游出来点。对，浪太大啊，这里的浪太大了，所以只能用鱼枪，不然龙虾搞不定。这种的龙虾不一样。对，这种品种的龙虾叫做密毛龙虾，它就是生活在有大浪的礁盘里，它爪子的着地力啊，是我在龙虾里面见过最强的。好了，这里又被我找到一只，估计就在水深1米多的位置。不过这浪大的，导致我的鱼枪都很难瞄准。总算捉了一只龙虾，开枪打歪了，徒手捉到，收了第一只。说真的，这里的龙虾确实多，那只刚放好就又来一只，不过这只就没那么幸运了，眼看着从我的眼皮底下跑掉，可惜了。哎呀，又跑一只，太难弄了这龙虾，我的乖乖！龙虾是吧？对，当过跑哪里去？我找一下。就是看那只龙虾。这里不用猜就知道 Josh 看到龙虾后啊，又被浪给推远了，所以找了好一会儿才看到那只龙虾。今晚捉龙虾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哎呦，搞到了！太大了浪太大。晚上我们的前行速度那是一个无敌慢，因为都是顶着浪在前行。好在风浪越大，龙虾越多，又一只龙虾进入了我的视野。这又一只，泪冰快乐着，又一只。没错，这还是一只龙虾，只露出一小段头部，没注意看还真发现不了。哇，好大的一只啊，比哥们！
每抓一只龙虾都是很开心的。OK。到现在目前为止，我们估计也捉了好几只，所以我再把眼前的这只给捉了就收工，够吃就好。哇，绝对是今晚最亮的仔！哇，好大的一只！刚说完最亮的仔啊，Josh就又打了一只。今晚用时不到1小时，估计有半小时都在对抗浪。不管怎样哈，最终我们还是收获满满。哎，够了吧？够了，走了，回去吧。朋友们，你是没法感受这里的浪，我的妈呀，好大！回家。捉到龙虾了没？捉到了，我先洗个澡，再看收获。哇，这只大，我的乖。这给摄影师吃的，他还没煮就熟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只龙虾。虽然只有一个品种的龙虾，但这个个头都是好大。这是我的手臂哈，这样子比更明显。今天晚上捉龙虾的这个浪啊，那绝对是非常大。比如说你看到龙虾在这里，你准备下去捉，然后呢那个浪把你带到起码3米以外，然后你又游回来再捉。好了，朋友们，那就明天见，龙虾饺子馅，明天见。呵呵。朋友们，早上好！现在我们开始做龙虾韭菜水饺。龙虾已经准备好了，但昨晚啊，被我边上的这只小猫偷吃了一只龙虾，还有螃蟹。喵！知道是谁了吧？开整！朋友们，我现在开始和面了。是的，面和好后，我们又把7只龙虾的肉全部剁碎，韭菜也给切碎，然后再把龙虾馅和韭菜放到了一起，再加点油和盐，最后给搅拌均匀。现在摄影师要把这个就是打得很筋道，等下吃起来的时候 Q Q 弹弹的。接着，我们又把和好的面团切成小段，再经过摄影师的巧手后，变成一张张的饺子皮。由于房东只听说过饺子，但从没见过，所以也加入了我们的小厨房。通过摄影师的示范后啊，没一会儿房东也学会了包饺子。朋友们，水饺已经包完了，满满3大盘啊！现在拿去下水饺。水饺已经好了，朋友们开吃，就是开吃呀！哇，这水饺太棒了，晶莹剔透。这是我们自己带的这个酱。美味的水饺，再配上这个料，绝了！哇，真好吃啊！这盘饺子真是摄影师的骄傲啊！这都像过年，我的妈呀！是的，哇，我们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水饺。现在这一盘给房东他们吃，后面的2盘水饺啊也陆续煮熟后，我们拿了一盘给房东他们，也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是中国的年味。这个龙虾馅真的很鲜甜啊，而且很 Q 弹。多留2个给我，我身体比较强壮，多吃2个。下次我还要这么做，好好吃，太棒了 ！Yes。吃完饺子后啊，其实我们的探索并未结束，因为昨天去打鱼空军后，连房东的儿子都看不下去了，所以今天一早他就把船的油给加满，说是要带我去一个大货横行的海域。既然他们都这么自信满满，我们还有啥理由不去？那就请朋友们继续接着往下看。到了吗？到地方了。哇，好美呢，好美，就在这一片。下，朋友们。鱼枪接过后，我们迅速的游出了浅滩区。还好今天的水饺吃的比较多，感觉拉鱼枪皮筋都特别有劲。不过你们还真别说啊，这里的资源还确实是可以。没找一会儿，第一个大家伙便映入眼帘，就是这只大鳐鱼，趴在这一动不动的，完全无视我的存在。目测过去最少300斤。由于这只鳐鱼啊太大了，
我们也没有带绳子和浮标之类的，打了后鱼枪肯定是被拖走的，所以我和 Josh 都不敢下手，看看就好吧。好大的一只鳐鱼啊，估计有100多斤，哇，好大好大，太大了不整，太大了。游开大鳐鱼后没一会儿啊，我便发现了今天的第一个收获，就是眼前的这只黑瓜子石斑，收了。黑瓜子一条，还行还行，有个1斤左右，收了。到目前为止啊，就看到大鳐鱼，别的大货暂时没发现。我的心呢也开始急了起来，在各种礁石洞里反复寻找。不过就在我上升的途中，居然有一小群的海狼出现在我面前。此时的我啊，也没什么可挑的了，打了就对了。这个是不是海狼啊？我天哪！好像是海狼，好像又不是，收了。Josh 这边呢也没闲着，他和我一样也是打了2条鱼，一条刺尾鱼，还有一条捷克鱼。对，这鱼好吃哎。对。啊，好吃的鱼这个。朋友们啊，时间已经过去了1个多小时，我想打的大货就是没有出现，倒是又找到一只大鳐鱼。不过这次啊，我是有想打它的冲动的。此刻我的脑细胞也是大战了一场，最终还是决定放弃的。毕竟我的鱼枪啊是新买的。这是另外一只哈，更小一点，好多啊这里。这里就开心了，幸运女神啊还是有眷顾我的，因为我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只大石斑，在水面看去最少有个30多斤，难得碰到这种靓货啊，我的心跳突然就变快了。大石斑被射中后，立马就跑进了一个小礁石洞里。不管我怎么使劲拽，这石斑就是不出来。我体内的氧气啊也所剩无几，所以赶忙浮出水面。Josh， 你看还在里面。本来啊是想让 Josh 来补枪的，但整觉就是没有回应，所以我只能自己下潜。这里由于我用力过猛，导致枪尖给拉了出来，但好在大石斑还在洞里，我赶忙浮出水面，拉好鱼枪皮筋，再次下潜，再次开枪，这才总算穿透了大石斑的尾部。本以为补枪后啊就能轻易了事，谁知这大石斑牢牢卡在洞里，不管我怎么拉就是不出来。好大的石斑，我打了一条在里面卡住，打住了，然后我又补了一枪，差不多30-40斤。哇，体这么大！好大好大。接着我和 Josh 轮番上阵，经过好几次的上升下潜，最终在我们的配合下，总算把这只大石斑给弄了出来，真是太不容易了。哇！太棒了，好大的石斑！刚刚我稍微看了一下时间，从打这只石斑开始到现在，一共花了半小时。还好是在8米左右的水深，再深的话那就得费脑劲了。非常大，好沉的，大概多少斤？大概30多斤嘛。30多斤。哇 ，OK。这里我们的小船刚刚停靠好，一群小朋友就立马围了过来，拉着这大石斑各种玩耍。不过我和 Josh 此刻有个共同的问题，就是这大石斑有没有血卡毒素？因为这么大的石斑是有概率携带的。就围绕着这个问题，好几个当地人也陆续加入探讨的队伍里。最终呢，我和 Josh 还是有些怕，就切了2块留下来吃，其余的全部给当地的小伙伴给分了，就连鱼头也没有放过。
朋友们开饭了。今天呢，大家都老累了，所以石斑鱼就直接让房东给安排做了，一共做了2种口味，一种香煎的，一种烟熏的。那我们就开始尝尝吧。它就是干煎，撒点盐，哇，原味。本来这石斑鱼啊，我是想拿来做成红烧的。它的肉也不会那么柴，我以为很柴啊，有种吃牛排的感觉。对，鱼排。哇，就是好吃。这鱼它那就鲜了，熏鱼吧。啊，鲜鱼。不，特别棒这个。哇，好香啊。就是起立，这么有仪式感，必须的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探索瓦努阿图第2集就先到这了。喜欢我的朋友记得给个点赞、关注、加评论，拜拜，拜拜。耶！比心。比心。